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南风知我意，程毅、张雨绮主演青春成长故事全2册新版。各位书迷，快来听我说！今天要推荐给你们一本小说，简直是书海中的璀璨明珠，每一页都让人欲罢不能，角色鲜活的仿佛在你身边。你要是错过了这本书，绝对会后悔。快来加入这场文字的盛宴吧，咱们一起讨论这本宝藏小说的精彩之处。南风知我意第1章，除了爱你，我没有别的愿望。关于他与她的婚礼，他曾想象过很多种情形，会不习惯穿裙子与高跟鞋，担心会狼狈的摔倒，会紧张，会兴奋的语无伦次，甚至想自己前一晚肯定会失眠的，有黑眼圈怎么办呢？可种种情形，他绝没想过会是眼前这般。此刻，他提着婚纱的裙摆，赤足奔跑在酒店的长廊上，焦急地推开一间又一间的房门。长长的走廊，柔软的地毯，踩上去没有一点足音。他匆忙的身影在灯影下宛如一出默剧。他从第一间找到最后一间，又折回去，挨个房间再找一遍，没有，哪儿都没有他的身影。他站在新郎休息室里，微微喘气，额上已布满细密的汗珠，弄花了妆容。他垂着手，怔怔地望着正午时分洒进来的一世明媚阳光，满眼的茫然。这个时刻，他不应该在这里的，他应该与他并肩站在证婚人面前，交换戒指，互相亲吻，许下一生的誓言。可是，多难以置信，多可笑，他的新郎不见了。而1个多小时之前，他还偷偷跑到这里见过他的。他说他很紧张，他还温声安抚了他。他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好好的一场婚礼，最后却闹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满场宾客议论纷纷，酒席自然是散了。外公震怒，老爷子一生纵横商场，最好面子，还从没丢过这么大的脸，又有高血压，气急攻心晕倒了，被送去了医院。他慢慢地蹲下身，抱紧手臂，明明阳光很好啊，他怎么觉得这么冷啊？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膀上，软软，风铃的声音里满是心疼。他望着顾软软的右脚，你的脚受伤了，先跟我去处理伤口，好吗？软软低头扫了一眼自己的脚踝，肿得很高，带了淤青。他生平第一次穿高跟鞋，适应了好久，才能自如走路，哪里能驾驭得了一路飞奔？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，他踢掉碍事的鞋子继续跑，竟也没有感觉到痛。软软摇了摇头，转身就往外走。他还不死心。风铃追过去，一把拽住他，虽有不忍，但实在无法放任他的脚伤不管。顾软软，你给我醒醒！傅西周他逃婚了，他不在这里，就算你把整个酒店翻过来，你也找不到他的。他已经上上下下把酒店所有的楼层都找遍了，20几层楼，连洗手间都没放过，最后又跑回这1层。软软望着风铃，像是没听到他在说什么一样，微微蹙眉，眸中全是茫然。风铃放软语气，听话，我们先去医务室。他握紧软软的掌心，牵她离开。走了2步，软软忽然蹲下身去。因为2个人牵着手，风铃没防备，一下子被软软扯得跌坐在地上，幸好走廊地毯柔软。叮当，你说这是为什么啊？软软声音低低的，自语般的问风铃。风铃坐直身子，差点就脱口而出，还能为什么啊？一个男人从婚礼上消失，无非就是不想娶你了。他在软软面前向来直话直说，但此刻这句话却哽在喉咙里，无法说出口。叮当，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，对不对？不等风铃回答，软软又开口道：
也许他压根不需要他的回答。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个时刻还重要？如果真有事，也可以说一声的啊，不告而别，还把手机也关掉，用意已经很明显了。风铃望着好友，真想一耳光打醒他。在得知他决定跟傅西周结婚时，风铃就对这桩突如其来的仓促婚姻并不看好。软软爱得太辛苦，太执着，而傅西周却始终冷冷淡淡的。风铃让他好好考虑清楚。他还记得当时软软的回答，他说：“叮当，是你说的，想要什么就要尽全力去争取。我这个人对生活没什么野心，也没什么大的梦想，从小到大就没有特别期待过什么，因为深知不奢望就不会失望。可自从遇见他，我第一次有了奢望，想要和他在一起，成了我的心愿。叮当，他是我的心愿啊，他是我的心愿。”风铃被这句话击中，一腔说辞通通无所遁形，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软软的心疼以及担忧。他自然记得自己说过的话，大三上学期，他为了院里一场设计比赛，拼了命的努力，通宵达旦是常事。软软得知后骂他，他就对他说了这样一通话。可是那是物化的东西啊，有些事情你尽全力也许会得到想要的结果，如金钱地位、考试中的好名次。可有些事情，就算你拼了命，也无法换来你心中所愿，比如感情。软软虽然随性，对什么都不太在意，不太上心的样子，可他并不是个草率的人，只是他一碰到傅西周，所有的理智就统统不见了。风铃没有再劝他，他是明白软软所说的那种渴望的，而对于一个从未主动争取过什么的人来说，那种渴望是非常具有杀伤力的，甚至会缠绕成一种执念。在婚礼日期定下来的那个夜晚，软软抱着一整箱的啤酒去找他，在他租屋的天台上，他的欢喜却越尽显眉眼间，藏也藏不住。他打开一罐又一罐啤酒，拉着他开心的碰杯，在深夜里像个疯子般对着灯火阑珊的夜色大声喊：“叮当，叮当，你知道的啊，他是我的心愿啊！现在我如愿以偿了，我真的好开心啊！”他从未见他那样快乐过。可飘散在夜空里的笑声还恍惚在眼前，欢喜未散去，伤害来得这样快。风铃扶起软软，哄小孩般的语气，不管他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跟我去处理脚伤，乖。之前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找人上，没觉得痛，或许是脚肿得更厉害了点，他才走2步，便觉钻心的疼痛，忍不住呲了声。能走吗？风铃问，又蹲下身，我背你吧。软软摇摇头，没关系，我能走。他看起来瘦，其实体重不轻，风铃还穿着高跟鞋呢，怎么背得动他？风铃只好搀着他，慢慢地走向电梯。这家酒店属于阮氏，外公疼他，专门辟了这1层楼给他婚礼专用，地毯特意换成了红色，每个房间外都装饰着鲜花与气球。其实他觉得有点夸张了，但外公说，你们女孩子不都喜欢这样的梦幻吗？他也就没再反对。此刻，这些鲜花与气球，这红毯，刺得他不敢睁开眼去看。等了许久，电梯才上来。看着一层层上升的数字，他在心中默念：会是他吗？电梯打开，他会从里面走出来吗？此时此刻，他依旧心存期待。叮的一声，门开了，有人走出来，却不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人。哥哥，有没有找到他？软软急切地问来人。顾恒直咬牙道：傅西周那小子最好别出现，否则我真会杀了他。他眼神一暗，看来他依旧没有消息。软软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，没注意顾恒直的神色。站在一旁的风铃却是看得清楚，
向来嬉皮笑脸、没什么正经的他，愤怒起来竟是这么可怕，仿佛全身充满了杀气。风铃轻轻对顾恒指说：“顾大哥，软软脚受伤了。”顾恒指蹲下身，撩起软软的婚纱，他脸色更难看了。他将自己的外套脱下，披在他身上，然后将他抱起来。酒店附近就有家小医院，软软被顾恒指抱进医院大厅时，来往的人都往他身上瞅。也难怪，他一身洁白的婚纱实在太打眼。他闻着淡淡的消毒水味道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大喜的日子却来了医院，没有比他更悲惨的新娘了吧？他将头埋进顾恒指的胸膛，他抱着他的手臂紧了紧。同一时间，连城近郊的一家医院里，3楼手术室外，长长的寂静的走廊上，穿着一身黑色礼服的男人伫立在窗边，指尖的香烟燃到了尽头，他仿佛未曾察觉，最后一丁点的火花烧到了手指，灼热的刺痛感都没有令他皱一下眉头。坐在长椅上的乔家乐怔怔地望着他的背影，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站在这里很久了，沉默不语，一支接一支的抽烟，窗台上丢满了烟蒂。窗户洞开着，风扑面而来，5月初的南方城市还有点冷，凉风一吹，令人清醒。他将烟蒂摁掉，低头间看到胸前别着的新郎礼花，原本波澜不惊的眸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种沉寂。他抬手将那朵与这惨白四周格格不入的红色礼花摘下来，塞进了西装口袋里。西周哥，对不起。乔家乐走到他身边，低低的声音。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吓坏了，什么也没想，就给你打了电话。除了你，我实在不知道还能找谁。他微微仰头望着他，娇艳的脸庞上有泪水划过的淡淡痕迹，眼眶微红。他没有转头，也没有说话，静静地望着窗外。明明是同一个城市，城区与近郊却是2种天气，市中心阳光明媚，而这里却是阴沉着天，云层阴翳，仿佛随时都有一场雨兜头而下。乔家乐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连衣裙，风一吹，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他抱紧手臂，抬眸再望了眼他，默默走开。比之凉风，站在这个男人身边，更令他觉得寒气逼人。又过了许久，手术室的门被打开。医生说，病人已无性命之忧，但因为情绪太过波动，需要静养，请务必不要再刺激他。他点点头，握住医生的手，谢谢。医生离开后，他也转身就走。乔家乐望着他的背影，那句你不看看他吗涌到嘴边，又咽了回去。医院地下停车场里，傅西周坐在车内，没有马上发动引擎。他看了下腕表，下午1点30分，离他从酒店消失整整2个小时，离婚礼开始的时间过去了整整1个半小时。副驾上的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他取过，开机，叮叮叮的提示音一条接一条，未接电话无数通，有傅家人的，有他秘书的，还有陌生号码，最多的来自顾软软。他望着屏幕上那3个字，顾软软，连名带姓，周周正正，就像通讯录里无数个号码命名，可能是同事，可能是客户，可能是合作伙伴，可能是朋友，却独独不像有着亲密关系的人。他手指划过那个名字，从通讯录里翻出秘书的号码，拨过去。软软的脚崴的并不算严重，没有伤到骨头与韧带，只是带伤一路奔跑，肿得厉害，看起来很吓人。医生帮他做了处理，又开了治跌打和消炎的药，嘱咐他晚上用冰块消肿，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软软让风铃先回家，然后让顾恒指送他去外公住院的医院。风铃虽不放心他，但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他的家人，自己在的话会不方便，也帮不上什么忙。
风铃摸了摸他的脸，我晚点给你打电话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软软甚至还对他笑了笑。风铃心里一疼，这个傻孩子啊，明明难过的要死，为什么还要强颜欢笑呢？他不忍再看他的笑脸，赶紧转身离去。原本顾恒只执意要陪他去病房见他外公，但软软坚持自己去。他指着他的脚，但更担心的是他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软软说：“哥哥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是小女孩了啊。”他顿了顿，低声说：“你看，我都结婚了啊。”顾恒只皱眉：“软软，这婚事……哥哥，我先上去了。”他打断他，急急地进了电梯。他知道他想说什么，可是他不想听。他靠在电梯内壁，独自一人的空间里，他终于累极地松垮下肩膀，像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般倚在电梯上。冰凉的触觉透过衣服传递过来，他忍不住瑟缩。外公的病房在走廊的尽头，从电梯出来还要走一小段。他踮着脚，走得很慢，疼痛一波波传来，他咬牙忍着。站在病房门口，他却迟疑了，久久没有伸手推门。门忽然从里面打开，出来的人被他吓了一跳，拍着胸口狠瞪着他：“你要吓死人啊！”说了句抱歉，他微微低头，轻声问：“舅妈，外公他没事吧？”陶美娟将门掩上，讽刺的语调有：“你还记得老爷子啊？”舅妈跟他说话多数没好语气，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。他欠了欠身，想进去病房，却被陶美娟拽住了，拖得远离病房。老爷子刚刚睡着，你还想进去再气他吗？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，害人精。软软还没吭声，陶美娟已经连珠炮的教训起他来，说他给阮家丢了脸，现在整个连城都在看阮家的笑话。他默默听着，一句话也不想说。陶美娟睨了眼他身上的婚纱，嗤的一声笑了：“怎么被抛弃了，还舍不得脱下这身婚纱吗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”见软软不吱声，他也骂过瘾了，打算走。离开时，忽又哼了声：“也只有你把傅西周当个宝，姓了傅又怎样？私生子就是私生子，小门小户长大的，没教养，才做得出逃婚这种丑事。”一直沉默的软软忽然厉声道：“舅妈，请你说话注意点，他是我的丈夫。”哈哈，陶美娟怒极反笑：“你把他当丈夫？人家可没把你当妻子呢，自作多情什么啊你！够了你！”顾恒指的喝声忽然插进来，他快步走过来，揽住软软的肩膀，狠瞪着陶美娟。虽然是晚辈，但他向来对陶美娟没什么好脸色。软软顾忌他，他可不怕。软软紧咬嘴唇，手指微抖。陶美娟终于作罢，转身离开。他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，抬头问顾恒指：“你怎么没走？”他本来都驱车离开了，可又掉头回来，他还是放心不下他。如他所料，他又被欺负了。顾恒指没好气：“傻啊你！他骂你，你就傻傻的站着，一句话都不说。你怕他做什么？”“我不是怕他，他只是不想跟他多说。哥哥，你回去吧，我想进去陪陪外公。”顾恒只说：“你去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你这个样子，等下怎么回去？我送你回家。”“家啊？哪个家呢？”原本他今天是要住进他跟他的新家的，可如今哪儿还有家？他推开病房门，轻轻地走进去。阮荣生的秘书见他进来，对他点了点头，走了出去。阮荣生打着吊瓶睡着了，脸色有点苍白。他在病床边坐下来，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床上的老人，心里满满都是内疚，还有忐忑，不知道外公醒来后会做出什么决定。这桩婚事，外公一开始就不同意，甚至是强烈反对，是他执意求来的。他还记得外公当初对他说过的话：“
他说：“傅西周那个人，我有所了解，心思深沉，在商场上做事狠辣，不择手段。他的家庭环境也太复杂了，他并不适合你。”阮荣生为了让他死心，说了很多傅西周在商场的事情，为了利益与他想要的，可以不顾一切。外公口中的他，是他完全陌生的，仿佛是另外一个人，可他心里的他，却并不是那样的。他一意孤行，只肯相信自己的心。那段时间，在阮荣生面前从来都温顺乖巧的他，第一次与外公起了争执，还冷战了许久。阮荣生也是个固执脾气，任他怎么说，不同意就是不同意。最后他没再解释什么，只对他说：“外公，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你曾许诺过我，可以满足我一个心愿，无论什么。我现在想要兑换这份生日礼物，我想嫁给傅西周，这就是我的心愿。”他至今都忘不了老人当时的表情，很复杂，有震惊，还有心疼，最后是无奈的叹口气，摆摆手，说：“罢了。”吊瓶快打完时，阮阮按铃叫护士来，声音放得很轻了，还是惊醒了阮荣生。外公，他微微低头，讷不知说什么好。老爷子靠坐在床头，一脸倦色的摆摆手：“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这桩婚事就当没有过。”外公，他疼得站起来，意识到这是病房，又压低语调：“您答应过我的。”阮荣生冷声说：“出尔反尔的人是我吗？”阮阮沉默了会，才低低地说：“也许他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”阮荣生哼道：“你自己都说的这么没底气。我知道，今天我们给您丢了脸。外公，对不起。”可是他抬头望着阮荣生，神色坚定：“我跟他的婚事不能取消。闹出这种事，令他成为笑话，他是很愤怒。可是他更心疼外孙女。一个在婚礼上消失的男人，这么没有责任心，是不会带给他幸福的。他是他一手带大的，5岁那年，他父母因空难双双去世，他接他到阮家生活。他乖巧懂事，从来不用他操心。他很疼他，把对女儿的那份爱全部转移到了他身上。像他们这种家庭，商业联姻是常有的事，但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让阮阮嫁入豪门，卷入争斗。他希望她过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可他说嫁给那个人是他的心愿。那是22年来他唯一一次在他面前提要求。他那么坚定，他不忍拒绝。可如今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同意这门婚事。但这些他不想解释给阮阮听，见他固执的神色，估计说什么他都听不进。阮荣生摆摆手，板着脸：“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。你今晚就回学校去处理毕业的事，其他的都交给我。”外公，砰的一声，门外忽然响起了骚动，似乎是有人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接着，顾恒芷愤怒的声音传来：“傅西周，你还真敢出现啊你！”阮阮一僵，下一秒，他连脚伤都顾不得了，趔趄着跑出去。他终于见到他。傅西周被顾恒芷一拳打倒在的，他擦着嘴角的血迹，慢慢站起来。他还穿着那套黑色的礼服，衣服上起了些微的皱褶，肩膀上不知沾了什么东西，淡淡的印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跑出去第一眼，竟是那么仔细地看他的衣服，然后视线才慢慢转移到他脸上，他也正望向他，冷峻的脸，幽深的眼眸，看不出什么情绪。他似乎从来都无法从他冷冷淡淡的神色里窥视出他的心情。顾恒芷不解气，已再次冲上去揪住他的衣领。“哥哥！”阮阮大喊。顾恒芷顿了顿，放开傅西周，转身就将阮阮迅速推进病房里。“你别出来！”他将门关上，
对始终站在一旁静观的阮荣生的秘书说：“李秘书，麻烦你把门拉住，别让那傻丫头出来。”顾恒指，他生气了，只有在生气的时候，他才会连名带姓地喊他的名字。门外又是一阵响动，顾恒指拳头带风，毫不手软。傅西周始终都没有还手，任他发泄。他踉跄着又倒在地上，脸颊阵阵痛意，嘴角的血迹愈多，但他连哼都没有哼一声。软软奋力摇着门把手，可李秘书在外面拉得牢牢的，他压根打不开。他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急得大喊：“顾恒指，你住手！李叔，您把门打开，求求您，让我出去！”没有人理他。软软转身望向病床上的阮荣生，他沉着脸，一声不吭。外公，他带了哭腔，哀求地看着阮荣生。良久，阮荣生才出声：“恒指，够了。”外面终于停止了，但他依旧打不开门。傅西周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：“阮老。”阮荣生打断他，甚至连话都不想跟他讲，只说：“让他走，我不想见他。”他逆着软软：“你也不准见他。”软软靠着门，深深吸气。他知道外公的脾气，固执起来，说什么都没用的。他不再试图出去见他，缓缓滑坐在地上，才觉得脚好痛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推开，顾恒指与李秘书走了进来。顾恒指见软软坐在地上，皱着眉将他抱起来，教训道：“地上这么凉，你是想生病吗？”软软生他的气，别过头，不想跟他说话。傅先生离开了，李秘书说。阮荣生颔首，吩咐李秘书帮软软订今晚去宁城的机票，让那边的酒店安排人接他。他回学校处理毕业事宜期间，就住在酒店吧。他看了眼软软的脚，虽然他没说，但见他走路的样子就知道脚受伤了。让他住在阮氏在宁城的酒店，一是有人照顾着，出行方便；另一层就有点看管的意思了。好，李秘书转身离开。软软坐在沙发上，嘴角动了动，想反驳，终究作罢。阮荣生掀开被子起身，对顾恒指说：“恒指，你去帮我办出院手续吧，医院住着难受的紧。”一直回到阮家，阮软也没跟顾恒指说一句话，任他怎么逗他、哄他，他都一概不理。他说送他去学校，他一口回绝，非常坚决，然后说自己累了，要睡觉。顾恒指无奈，摸摸他的头发，告辞离开。软软站在窗边，看着他发动车子离开。也只有在他面前，他才会无所顾忌的任性，像多年前那个小女孩一样。因为他知道，哥哥不会责怪他，只会无条件宠爱他，包容他，为他愤怒的动手打人。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怪他，他气的是自己。明明委屈的要命，可见到傅西周被打的时候，看见他嘴角的血迹，他还是很心疼，还想要冲上去保护他。他是真的倦了，很累很累，裹着婚纱就蜷进被窝里。他闭上眼，却怎么都睡不着。他依旧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什么。傅西周为什么要从婚礼上不告而别？当初是他对他穷追不舍，缠着他，不顾一切想要跟他在一起，可最后分明是他向他求婚的。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，夜幕下的江边，两岸灯火璀璨，4月的晚风里，他对他说：“顾软软，我没有时间跟小女生谈恋爱，但是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”他傻傻的，过了许久才反应过来。他不知道那一刻他的心跳得多么剧烈，又酸又胀，然后眼泪泛滥成灾。是沙漠里走了很久迷路了的旅人，忽然看到一片绿洲的激动，是日日夜夜期盼的心愿终于实现的狂喜。想不明白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了，这向来是顾软软的人生哲学。他拉过被子，
蒙着头。风铃来的时候，软软刚从一场梦境中惊醒，迷迷糊糊，终于还是睡了过去，却睡得并不踏实，不停地做梦，走马观花的场景比醒着更累。天已经黑了，风铃打开灯，见他还穿着婚纱，脸上的妆容彻底花了，便将他拉起来，去浴室帮他梳洗。站在镜子前，风铃帮他脱下婚纱，软软抚着白纱，轻喃：“叮当，可惜了你特意帮我设计的这婚纱呢。”风铃学服装设计的，他在进入大学第一天就对软软许诺了，将来他结婚，他亲手帮他设计婚纱。从4月份定下婚期到5月酒席，才短短1个月的筹备期，又恰逢风铃忙毕业设计与找工作。这件婚纱还是他熬了很多个夜晚赶制出来的。洗完澡，他换了衣服出来，素颜，格子衬衣，牛仔裤，齐肩头发扎成马尾，他惯常的装扮还是这样穿着最舒服。风铃从窗边回头，迟疑了下，说：“傅西周来了。”软软怔了下，然后走到窗边，撩开窗帘一角，看见他正从车上下来，站在铁门外按铃。隔着一段距离，他依旧能清晰看见他脸上嘴角的伤，顾恒指下手很重，他的脸都肿起来了，嘴角有淤血。他的心又忍不住疼了。他让风铃把房间的灯关掉。过了许久，陶美娟才慢慢地走出去，却并不给他开门，隔着铁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，不用听清楚，软软也知道舅妈肯定没有一句好听的话。最后陶美娟挥挥手让他走，然后折身回了屋子。他却并没有离开。过了会，他掏出手机打电话，很久也没见开口说话，眉毛深深蹙起。他知道他一定是打给他，可他的手机被外公强行收走了。风铃问他：“你要不要下去见他？”很久，软软才轻轻摇了摇头。风铃说：“你就不想知道他为什么从婚礼消失，又为什么回来？”见他的视线往2楼他的卧室望过来，他赶紧放下窗帘，转过身不再去看他。我怕，他轻轻说，我想知道那个答案，却又怕那个答案。他侧身，将头搁在风铃肩膀上，叮当，你说我是不是很胆小，很矛盾？风铃伸手揽住他，低低地说，软软，你难过，你就哭吧。这里没有别人，你可以尽情的哭。软软摇头，他是很难过，难过的要死。可他不会哭的，为了跟他在一起，这条路他走得很辛苦，荆棘歹途，可这是他心甘情愿选择的，再难过，他也会咬牙不悔地走到底。窗外响起汽车引擎声，过了会，软软撩开窗帘，傅西周的车已经开走了。他怕见他，他离开，他心里又是那样失落。有人来敲门，李秘书的声音在外面响起，软软，我们该去机场了。风铃讶异，你要去哪里？回学校。这个节骨眼，外公不想让我见他。风铃蹙眉，可是这件事情不是你避开他就能解决的啊！你们都已经领结婚证了，已经是合法夫妻。软软说，我外公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他虽然疼我，但现在他正在气头上，身体也不好，跟他硬碰硬的话，事情一定会变得更糟糕。所以他暂时离开这里，也许事情还会有转圜的余地。而且离开了外公的视线，他想去哪里，想见谁，会方便得多。傅西周是被一通电话叫走的。电话那端，不怒自威的声音只说了一句话，你赶紧给我滚过来。他将车开得很快，可这个时候是连城最堵车的时段，抵达傅家老宅时已经是1个小时后了。他没有将车开进地下车库，而是停在距离铁门200米的小道上，缓步走过去。傅家老宅占地很大，
傅凌天在别的方面不怎么讲究，但对住宅却非常大手笔。他将这半山腰上的3幢并排的别墅一并买下，然后重新规划，连成一片硕大的区域。这条私家路上原本种的是别墅区最常见的法国梧桐，但傅凌天钟爱玉兰树，变着人将法国梧桐全换成了玉兰。5月天，玉兰花刚刚开苞，淡淡的幽香在夜色里浅浅浮动。入夜后，3幢屋子里上上下下灯火通明，这也是傅凌天的癖好。夜晚不管屋子里有没有人，都要把灯打开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座璀璨的宫殿。傅西周还记得14岁那年，自己第一次踏入这里，他伫立在铁门外，望着这璀璨的宫殿，灯光辉煌，这样的灯火延绵，应是极为温暖的。可在他眼中，却只觉得全是冷意。16年过去了，这璀璨连绵的灯火，他依旧觉得是冷的。傅凌天在书房等他，推开门的瞬间，一个东西朝他扑面砸过来，他下意识侧身，还是慢了一步。紫砂小茶杯堪堪从他的额头擦过，额头上立即就肿起一块，很痛，他却咬牙一声不吭。他缓步走过去，站在灯影里，恭敬地喊了声“爷爷”，分明是怒极的动作。傅凌天的脸上却看不出一丝怒意，沉着脸，微垂着头，专注地将沏好的茶缓缓地倒入杯中，再不慌不忙地端起茶杯，放到鼻端，轻轻嗅了嗅，才慢慢送入嘴里。他专注品茶的模样，让人产生他心情不错的错觉，仿佛之前那个茶杯不是他扔的。沉默片刻，傅西周再次开口：“我。”傅凌天终于抬起头来，打断他：“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我都没兴趣知道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再好听的理由都无济于事。”这是傅凌天一贯的处事原则，他永远只注重结果。傅西周沉默。傅凌天又倒了一杯茶，袅袅升腾的热气里，他身体往前倾了倾，双手交握，先前闲适的神色全无，眼神严厉如刀，直刺傅西周：“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与阮家那丫头的婚事不能黄，否则……”他顿了顿：“西周，你是知道后果的。”机场，风铃拥抱软软，在他耳边说：“到了就给我打电话，照顾好自己。”见他就这样离开，风铃实在是很担心他，想陪在他身边的，可他自己正准备毕业设计秀，到了非常关键的阶段，又在准备面试工作，实在忙得脱不开身。软软点点头：“别担心我。”他转身走了几步，风铃忽然又叫住他：“软软，你的心依旧。”没有言明，软软也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几乎没有犹豫的，软软点头：“依旧。”风铃笑了笑，挥手：“你进去吧。”排队安检的时候，软软望着手中的机票，发怔。原本这个时间，他跟他应该已经在飞往意大利的航班上了。蜜月的地点是他选的，意大利的托斯卡纳，那个有着美丽静谧的村庄与明媚阳光的地方，他向往已久。他的座位靠着窗，旁边是一位年轻的妈妈，带着女儿，小女孩坐在中间，4、5岁模样，很活泼，嘴也甜，不用妈妈教，见到她主动就叫姐姐。软软摸摸她的脸，赞她乖。小女孩自来熟，话多，很喜欢她，总偏头想跟她讲话。若在平时，她一定会好好跟她玩，可此刻她没心情。机舱里空调开得很足，有点冷。她将卫衣的帽子拉起来套在头上，双脚缩在座位上，环抱着腿，埋头吸肩。一双小小的手搭在她肩膀上，奶声奶气却带着关切的语调在她耳边响起来：“姐姐，你是不是很冷啊？”她浑身一僵。良久，她缓缓抬起头，望向小女孩：“姐姐，你怎么哭了啊？”汹涌的泪水肆意爬满了脸庞，止也止不住。
仿佛要把心里所有的难过、委屈、痛，统统哭出来。在他从婚礼上不告而别时，他强忍着没有哭；在脚受伤时那么痛，他强忍着没有哭；在医院里再见他的那一刻，他强忍着没有哭。而此刻，一句“你是不是很冷啊”，却击溃他心底的防线，令他泪流不止。你是不是很冷啊？哇，12，原来你不是哑巴啊，你会讲话的啊！这句简简单单的对白，是他与他之间一切的起始，是他爱他的开始。